不墨迹啊，老铁们啊，咋倒不还有学的呢？来，第一个新闻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突然之间就宣布了啊！我再重申一遍，在快手我只有2个账号，在整个平台上，全部互联网平台，我只有2个账号，全在快手啊，一个叫苏林，一个叫苏林世界，好吧？就这俩账号是我的啊。接着说了，说今天呢，小胡那边直接懵了，让咱都懵了啊！直接单方面宣布说要停，这加沙不干了啊，说要停止行动了。理由是什么呢？说哈马斯已经解决完了啊，全都杀完了。哎呦，我老厉害了！但问题什么呢？就是咱只要不瞎，只要长眼都知道，那哈马斯不在那儿呢吗？那杀不光啊！那他为啥呀？对不对？为啥要用这个理由呢？是以色列打不动了，还是咋的？他有别的这个计谋啊？对吧？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家人们啊，今天大事儿让我觉得我看懵了，反正是昨天晚上大半夜3点来钟吧，啊，这个事儿就出来了。当时我觉得我觉得是骗人的，我一顿搜，什么事儿呢？莫斯科遭遇到有史以来、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偷袭袭击，10几架无人机直接直不楞腾就干到市区了。那莫斯科他们人都吓毛了。同时呢，说 F-16啊首次进入到库尔斯克空域，连续出手，再炸了俄罗斯3座桥，本来炸了2座了，这是什么情况，家人们？这乌克兰干啥呢？这逼着普大帝用核武器呢吗？这不是啊，对不对？这是第二事儿。第3个事儿，这个黎巴嫩呢和伊朗联手，这不是昨天吗？叮当456的干了戈兰高地吗？以军全程被动挨打，4个基地3个定居点啊，还有雷达全都给炸碎了。关键时刻，以军再次发起了一次斩首行动。这次干死的是谁呢？是一个真主党的高级指挥官。那么这一下把真主党给干急眼了。真主党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别忘了，兄弟们，现在真主党的无人机随便出入以色列呀。真主党有一个隧道可以直接干到以色列呀，对吧？侦察无人机把小胡的旁边的七八八的什么防空武器，包括他家几个洞都知道了，你还敢这么干人家指挥官，你是真找死了。这是第3个话题。第4个话题啊，哈梅斯霍尔内伊格紧急宣布说要重组伊朗的内阁。与此同时呢，伊朗有一家媒体突然间报道说那个叫啥来着，莱西的死啊就是个意外。美西方媒体抓紧时间就跟着这波风炒作。那么问题来了，这是意外还是伊朗故意的？是伊朗的媒体报的啊，不是美国的媒体，也不是西方媒体，伊朗媒体报的，说莱西的死就是个意外。这是什么概念？是伊朗是在暗示自己不打了，还说伊朗怎么着故意的计谋呢？另外，老铁们，伊拉克好像反水了。伊拉克突然间不太给美军压力了，喊话说美军撤出伊拉克的事不着急了。这是什么情况？伊拉克这是在替美国分担压力吗？还是美国给他上活了呀？是不是啊？咱今天这个消息啊，老铁们必须得给咱们方方面面的分析，太离谱了。什么事？昨天啊还放话呢，记不记得咱昨天讲小胡子说的啊？我杀光你们加沙所有人啊！你们必须全给我撤出去，撤完之后我全给你轰炸，中间叭给你来上，北边干北边，南边干南边，对吧？说，但是老铁们啊，内塔突然间在今天单方面宣布了啊，加沙作战结束了。家人们，你们没听错，对，给我贴那儿啊！你们没听错，这是你看这运营，这助理多牛，反应多快，是不是？来，掌声送给小助理了，是不是啊？来，不墨迹啊，接着讲了啊。说内塔尼亚胡今天直接就宣布了，说加沙作战结束了。内塔尼亚胡给的理由是什么呢？说哈马斯这个武装力量啊，直接被销毁了，所以说战斗结束了。但是兄弟们，咱们问一下，这是真的吗？就咱们小老百姓了啊，这是不是真的？很明显不是啊，对不对？因为内塔尼亚胡后面又来了一句，说一旦有新情报，随时继续打。这就像是说啥呢？我先歇会儿啊，然后呢，我先补点给，是不是完，一旦有新情报了，我随时我再打。这不搞笑的说，等我有劲儿了，我再揍你。那兄弟们，说到这儿，老铁就要问了吧？说这啥意思呀？那内塔
塔尼亚胡是不准备对加沙动手了吗？是他明白打不了了，还是说内塔尼亚胡现在有别的打算呢？你们有没有这想法？怎么说，老铁们啊？就关于这个消息，我看了一下，现在网上好多人都在说以军是真打不动了，他地面部队压根儿推不进去啊，然后经济这边也歇菜了，年末的时候要倒闭6万家企业，跟不上了啊。至于把加沙200多万人全屠杀了，他也没这个胆儿。所以说内塔尼亚胡就小胡子在连续轰炸了加沙，干了3天，昨天还干了一大波呢啊，说被迫是放弃了对加沙的这个后续行动。听起来是不是有道理？那道理老大了。然后呢，这些事儿啊，其实也是事实发生的。但是我跟你们讲，内塔这次突然用这么离谱的理由，单方面宣布停止在加沙的行动，还真不是因为以军不行、钱不够或者没胆杀光加沙所有人，而什么呢？家人们，因为内塔最大的目标，目前最大的目标已经基本上达成了。有没有老铁啊？还记得我昨天讲的？其实从开始轰炸加沙，到炸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最后再到放话杀光加沙所有200万人，家人们，这一切的一切，就是内塔他要逼着谁出手呢？要逼伊朗出手，比伊朗出手最后的目标逼着美国下场，要不然他凭啥能说这种大话呀？对吧？他要有这种实力，去年10月份以军开始行动，他就可以干了。那等到现在干啥呀？那为啥说这次内塔尼亚胡已经达成目标了呢？说白了，兄弟们，昨天咱也讲了，伊朗不忍了，忍不了了。有人说伊朗下不下场？没有大张旗鼓下场，但是我就问你，伊朗现在有没有动作？一定是有的，对不对？昨天派出去了浩浩荡荡1200来个人呢，民兵干到黎巴嫩啊，在驻叙利亚俄军的帮助之下，跟着真主党叮当456，对着以色列本土还有强占叙利亚戈兰高地那个什么基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哭一顿干。而且昨天晚上我看新闻说，这次轰炸可不得了啊，说已经把以军在戈兰高地说有4个军事基地、3个定居点全给炸了啊！另外呢，也包括说以军在那个戈兰高地那边的雷达呀、防空啊，全给干了啊！也是直接被这个伊朗民兵发射这个弹道导弹彻底给整成废铁了啊，不好使了。而且你们以为这是最狠的了吗，家人们？不是，这还真不是最狠的。说由于这次轰炸效果太漂亮了，哎呀哇，干得太炸裂了，说远远超出真主党的这个预期了。什么意思？就是原本真主党啊，以为就算伊朗这边派人跟他一起整，最多估摸大概齐的，也就是对以军造成那么一咩咩的伤害。所以说这次打击呢，主要还是以偷袭呀、骚扰啊为主。但是家人们，炸完之后，黎巴嫩真主党一看，直接上听了，说我的个妈呀，以军这基地，以军的雷达那炸的乌漆麻黑呀！哎呦，我太行事了，战斗力最起码打4折了。那你说这还有什么犹豫的必要了吗？干他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也就因为这事儿，真主党老大当时就讲话了，说这个以色列对黎巴嫩这个伤害啊，今天必须得做个了结了。既然大哥都出手了，咱就必须让以色列知道，我们就是大哥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对不对？哎，这我们出品必出精品。所以说老铁们啊，就是既然你以色列天天喊话不敢动手，那么这几天我们黎巴嫩我们得硬气一次，这次我们动手就从拿下你戈兰高地开始。说时迟那时快，家人们，这话还没落地儿呢，这边对以色列轰炸还在搞。另一边啊，黎巴嫩真主党已经真心准备好6个旅，将近2.2万人的兵力，打算直接趁乱呢，同时对戈兰高地还有以色列北边这个以军的总指挥部叮当456发起总攻了。而伊朗呢，他一看，妈呀，那自己小弟这不是起来了吗？这不是有这种打算，完全没有反对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伊朗现在确实是昨天咱们讲了，距离太长，1800公里，你把大部队调过去确实不好调啊，也确实不可能把整个的部队直接怼到以色列腰眼子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黎巴嫩真主党要先出手的话，他当大哥的肯定得乐意吧，
对吧？那么就以色列这次被袭击之后，全程被动挨打的局面，再加上戈兰高地雷达被干了，被炸了，可以说黎巴嫩这次一旦出手啊，不说彻底把以军给干爆，那最起码的老铁们啊，是能让以军被迫后撤一大段距离的。所以这次的行动呢，所有人都非常非常期待。结果我一觉醒来呀，老铁们，3点来钟睡的，6点来钟起的，一觉醒来，我正准备看好消息呢，一眼我就看着以色列媒体发的一条消息了。什么事儿，老铁们？你猜一猜，关键时刻出了什么事儿了？出了个大事儿，黎巴嫩真主党又有一名高级指挥官被暗杀了。而且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的消息直接干出来了。伊朗自己家的媒体突然间放出来一个消息，就昨天半夜吧，今天早晨吧，也就差不多，说他们已经掌握情报了，说伊朗总统莱西的死亡原因纯属意外。我的个妈呀！虽然说哈梅内伊哥和伊朗革命卫队第一时间就站出来否认了而且还把发这个消息的伊朗媒体机构都给查封了，但是泼出去的水呀，家人们咋往回收啊？就这一个消息一出，美西方和以色列媒体直接抓着这条消息，叮当456一顿输出，说伊朗媒体都公开了莱西死是意外就对外界说伊朗不报复了肯定不报复了，他们自己都承认了。虽然说伊朗这边回应的非常快但是没有用了，知道吧？毕竟伊朗这次报复老铁们隔了到现在多少天了？20多天了，到现在没开始呢没有大规模开始呢。现在再被美西方媒体叮当456这么一整那不知道的人肯定就会说呀，怂了伊朗不报复了，那美西方都说了这两件事老铁们为啥一起说？咱说实话，乍一看好像都是口水战，对不对？但实际上家人们，这背后我告诉你，绝对是美国和以色列已经被逼的没招的了。有人说苏，你怎么分析说这玩意儿这观点呢？我告诉你，先说黎巴嫩这次被斩首这哥们儿，这个高级指挥官不查不知道，家人们一查吓我一大跳。你知道这哥们儿是干啥的不？就被斩首这个人这哥们儿就是这次指挥6个旅同时进攻戈兰高地还有以色列北部的那个总指挥，而且他被提上来连1个星期都没到呢。至于他怎么死的太离谱了，按照以色列媒体自己公布的消息说啥呢？说这哥们儿在指挥室里面就要准备下达开始作战的命令了，结果突然间来了个电话，说伊朗有贵客要来，让他在宾馆里面见面会谈。然后这哥们儿呢想都没想就去了，结果刚到宾馆房间，好家伙了，以军咣咣2枚精确制导导弹叭就干进去了，连人带房子全给你炸秃噜皮了这啥意思？说白了不就是一次标准的暗杀行动吗？对吧？而且和他打配合的基本就可以肯定是以色列安插过去的间谍了吧，对吧？而且混在哪儿呢？混在黎巴嫩和伊朗内部的官儿当的还挺大，是不是？那你们想，现在进攻还没开始呢，总指挥官被干了，直接给斩首了，你这玩毛线了？对，刚才咱说的美国以色列现在就玩埋汰的，知道吧？就跟你说现在伊朗都有点紧张了，那哈梅森霍尔内阁紧急直接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的，要重新对伊朗内阁进行重组，知道吧？把那些可疑的亲美分子全给排除出去了，排除到权力的中心以外。但是这边哈梅内伊阁还在着急清理间谍呢，然后再搞一次行动呢。另外一边伊朗媒体直接搞了个假消息，直接报道说伊朗的死就是意外，让美西方这家逮机会一顿埋汰伊朗极大打，可以说这次是极大打击了伊朗的士气。咱们可以就是你换个角度来思考，对不对？你站在伊朗士兵的角度来讲，你是不是得伤你的士气？那说到这儿，老铁就问了，说难不成就因为这个事儿，伊朗咋的呀？这次直接放弃了，或者又推迟对以色列报复了吗？所以说内塔才会宣布停止对加沙的行动了吗？家人们，如果这么想就错了。我开始这么想的，我查完之后我就发现我大错特错了。哈
哈梅尔内伊哥也明白这次情况已经非常紧张了，已经到非常紧张这个地步了。如果伊朗上套，暂时咱还不出手，那士气这个东西，家人们啊，打仗打的就是个士气，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没士气再打那就扯淡了。所以说昨天晚上哈梅尔内伊哥召集了一个紧急的会议，亲自操刀重组内阁。今天上午这边伊朗这边啊，直接就已经宣布了内阁重组啊，直接完毕，晚些时候公布具体的人名和名单。干啥？说白了，哈梅尔内伊哥现在就是要抓紧时间问清楚以及调查清楚高层的间谍，然后再从新策划，就是这个对以色列这个打击呀，包括攻势啊这个名单当中再去找，再去聊，然后把计划重新做，也就是没打算给美国包括以色列认怂啊。你们可能会纳闷说，哎呦我的个妈呀，这还是我知道的内伊哥吗？这老头他不能挺能忍的吗？他怎么能这么刚呢？怎么说呢？他确实没那么刚，但是背后有人推着他呀。知道谁推着他吗？家人们知道谁不？普大帝呀。本来昨天家人们这乌军攻势全部都停止，昨天我说了，库尔斯克地区歼灭战基本上已经完蛋了，对不对？直接被俄军夺回了10几个定居点。按这个节奏，老铁们，乌军估计月底都撑不住，直接就完蛋了。但是由于中东这边紧张，老登眼睛一轱辘一转，直接就找司机了，说你别在那给我躲猫猫了，你给我干俄罗斯，有啥你就给我用啥，没有任何武器限制。当时司机这么一听，说真的吗大哥？你要这么说，我可来把狠的了。美国说你别给我浪费时间，你干就完事儿了。话音刚落，老铁们，我的个亲娘哎！2架 F-16直接干到库尔斯克空域了。前2天都已经炸了俄罗斯2座桥了，你们知道这个情况吗？那么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昨天兄弟们再次对俄罗斯本土的桥动手了。而这次 F-16一出手，一口气叮当叮当456，直接干了3个桥。尽管没有完全摧毁，但是啊，这也被炸得不能用了。你更别说俄军的什么后勤车队走不过去了。那你们以为这是最狠的了吗？兄弟们，不是。今天最狠的可不是这个。在 F-16完成轰炸之后呢，泽连斯基一看说，哎呀，这俄罗斯没啥反应啊，哎呀，那战术核武器也没有使用的打算呢。蹬鼻子上脸啊，他说了，那今天我小泽的我泽胜我就不跟你开玩笑了，既然这个红线都突破不了你，我就要全力开火了。说完之后，老铁们，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真的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了。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那天我还跟你们说，谁敢干莫斯科呀？咱们能敢想，我不敢想吗？小泽的一声令下，170多架无人机从8个方向，你们没听错，支了耳朵听啊，给我起立听这段，从8个方向对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直接干过去了。懵不？我今天早上6点来钟起床看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都以为是假的，我给它划过去了。170多架无人机从8个方向干莫斯科，自杀式袭击啊！虽然说莫斯科郊区啊，就是那个从莫斯科郊区开始呢，俄军的防空导弹就没停过，但是啊，耐不住这次太多了，170多架呀，再加上俄军的防空方案呢，疑似已经泄露了。这就导致最后还是有10几架无人机真心实意的干到了莫斯科市区里面，甚至有一架无人机，我跟你讲啊，那都差点飞到克里姆林宫了。我就问你，这种情况，你就甭管乌军他有没有炸到有什么价值的目标，咱就说感谢陕北飞哥啊，稍微只要是明白点事儿的都知道吧，泽连斯基只要把无人机大批量送到莫斯科城市里，他就算成功了呀。啊，因为这么一来，俄罗斯人就疯了，直接瞬间民众紧张了，对未知的袭击，包括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有一种惧怕心理啊。而这种心理就会侧面的影响俄罗斯的政治以及经济啊，对吧？所以说，尽管这次乌军的无人机没有炸掉什么有价值的目标，但是这次泽连斯基任务可以说是完美成功。而对于普大帝来说呢，啊，咱们说清楚啊，讲任何的事情，我们不站在任何立场，我们东方大国永远是中立的。啊，永远不支持任何人，好吧？讲清楚，我们站在我们东方大国的立场上，
然后咱接着说，对于普大帝来说，这个事儿什么情况？他心里门清，这就是小泽的为了完成美国的任务，拿自己最后的家底送死呢。所以说人普大帝咋说的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防御，等着乌军自己回光返照结束了，这个事儿也就了了。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很明显，普大帝不能选择这个最优解。他要是选这个了，欧洲会怎么想？北约会怎么想？中东那边会怎么想？这后果兄弟们，俄罗斯100%万承受不了。所以说普大帝当时也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了，说这次俄罗斯本土桥梁被干了，而且一干就是3个，但是在俄罗斯已经损失了5座桥了，而且莫斯科建国以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怎么应对？对不对？在会上你就看嘛，那卡多罗夫，那俄罗斯国防部长那都怒了，说现在就不应该忍了啊，大哥，说咱不说在那个乌克兰本土上给他干核武器，咱就不干他，不干乌克兰本土，不用战术核武器，咱在咱家库尔斯克州能不能干一次？能不能用战术核武器干一次？在咱家自己地方上搞，谁能有啥话说？炸死的算球，对吧？炸死乌军这活该。当时普大帝都准备答应了，但是就在最关键的时刻，老铁们，突然之间一个消息干到普大帝那儿了，啥呢？说兄弟，不是我驳你，战术核武器你不能用啊。说这是美国跟泽连斯基搞的圈套啊，那袭击你莫斯科的市郊包括市区，就是逼你用这个战术核武器呢。你知道为啥逼你用不？俄罗斯说我不知道啊。他哥们又说了，说等你用完了，以色列那边就必须得跟着用，你信不？我告诉你，要解决问题咱还得看中东啊。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美国就认准老毛子的脾气，所以逼着俄罗斯先用战术核武器为以色列这边开道，而一旦以色列能掏出战术核武器了，兄弟们，美国也不用下场了，就算下场也是打酱油的事儿了。这么一来，家人们，美国在中东问题迎刃而解了。但是可惜了，这计谋居然俄罗斯包括他好哥们给识破了，哭哭一顿指点。这个时候普大帝再回头看中东，好嘛，哎呦啊，这黎巴嫩都做好战斗准备了，结果美国人不惜暴露安插在伊朗包括黎巴嫩内部的高级间谍，也要把这次的总指挥官给干死。普大帝当时豁然开朗，一握手，听君一席话，胜读咱10年书啊。说你美国你就生怕中东这边出事是不是？那么既然这样，还有啥犹豫的呀？普大帝先派驻叙利亚的俄军总司令还有瓦格纳的指挥官到伊朗了去访问了。紧接着他一个电话干到哈梅有内伊哥这儿了，内容就一句话，不惜一切代价动手，再不动手就在沉默中灭亡了。而哈梅有内伊哥，你说普大帝都做到这个份上了又是说通阿塞拜疆提供陆地后勤通道，又是把瓦格纳再包括什么叙利亚的俄军送到伊朗来撑场的。他哈梅有内伊哥就是你再怎么着，你再能忍，你这回也没办法忍了。再说了，哈梅内伊其实也早就想对伊朗内部进行一次大血洗大清洗，于是这么的哈梅才宣布说伊朗重组内阁。同时由于真主党最近高级指挥官挨个被干，我告诉你，真主党的高级指挥官到现在为止得没死20个，得死10多个了还有能指挥10万大军的人基本上全都没有了。所以说伊朗这边跟瓦格纳一商量，家人们直接咋的呢？感谢笑兵就往黎巴嫩送过去了一批战役指挥官级别的团队，直接给你上大脑了。原来给你干的是小兵民兵组织，但是这次老铁们，伊朗跟瓦格纳一商量，往黎巴嫩直接干过去了一堆军官，一个叫指挥级别的团队。说白了，就这次伊朗和俄罗斯要亲自指挥黎巴嫩对以色列大进攻，然后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的事又来了。美国人一看到这个，那简直当时蒙圈了，傻眼了，心想说妈，这剧本咋不对呢？没按套路出牌呀！这么严重的打击行动，他俩人咋都不认怂呢？就你怂一个我都有办法对吧？
那边我让小泽子干了你莫斯科，这边我斩首黎巴嫩的高级指挥官，你俩都没松。说完之后，美国人立马就通过谁呀？通过卡塔尔花老多钱了，中间人给伊朗搞了一次通话，那叫一个就好处多多呀，什么解除制裁呀，什么恢复伊核协议呀，还要给伊朗200亿美元的投资，那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但是呢，人伊朗就一句话，家人们说，你等我把以色列干得半死的啊，你再拿诚意来跟我谈就完事儿了。什么意思？明明白白明明确确的告诉美国没得谈，滚。但是说到这儿，大家也别着急激动，为什么呢？因为最明显的一个道理就摆在咱们眼前了，美国他是不可能就这么抛弃以色列的。同意我这个观点给我扣波一，对不对？所以说被伊朗这么拒绝以后，老登人在度假村都不度假了，直接叭给你开了个视频，出席美国白宫紧急会议。哎，就这么一商量，就是怎么对付怎么应对接下来伊朗和俄罗斯联手要借着黎巴嫩这个力量对以色列发起总攻。以色列你不是呢吗？你不飘了吗？你不是天天说你要跟黎巴嫩干吗？对不对？来吧兄弟们，谁没有个代理人呢？谈了得有半个小时吧，基本就得出结论了。有人会好奇说，谈的怎么这么快呢？很简单，因为美国现在我跟你说，他能拿出来的好处都跟伊朗说了，懂吧？他能给伊朗的都给了，人伊朗不答应，所以说什么谈判的方案从一开始没考虑。这次美国这边谈话的内容就是围绕说美军应该怎么干，美军到底应该怎么动，才能够阻止这次黎巴嫩啊，包括这次伊朗的行动。那最后的结果，兄弟们非常简单。说了半天，美国大黑驴奥斯汀啊，又直接站上来了，说伊朗你给甜枣就不行啊，你必须给他啪啪俩大嘴巴子，你才能让他老实点。所以我提议啊，你真的，咱林肯号今天不到中东了吗？是不是啊？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美国第7舰队、美国第4舰队、美军的海军陆战队直接全速干到阿拉伯海，甚至是波斯湾附近就部署，然后咱们用武力对伊朗发出威胁，吓他吓唬他。哎，就这么一句话啊，美国一些高官当时还担心呢，但是大黑驴啊，就一句话，直接就把美国这些政府的人干不会了。他说俄罗斯他敢支持也门对美军航母轰炸，他不敢支持伊朗。就算俄罗斯敢，伊朗现在他也不敢。哎，也就这么一句话，美国政府那帮人啊，还能这真没得说了，直接批准了。而另外一边，美国中央司令部也直接下令，要求在中东附近的美军军舰全速啊，直接给我结束拉满，赶往那个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那个位置汇合了，对伊朗展开入侵阵势。就这次赶路，你们是不知道有多夸张，家人们。美军第7舰队2艘军舰原来在哪儿呢？原来在亚丁湾那边呢，啊，也就是也门附近的海域。一听这话啊，2艘军舰就跟被人追着讨债似的，撒丫的闷头一路挠跑。哎，就慌张到什么程度呢？也门发现这2艘美国军舰跑的第一时间，叶海呀发话了，说你甭管他去哪儿，你甭管要干啥，美国鬼子这种想跑这个感觉啊，你拦他准没错。说完之后呢，也门胡塞武装消失了半个月了，没有他们消息了吧？这边呱呱一嘎子直接干这10几架无人机呀，还有4枚弹道导弹直接干过去了。但是你们知道关键时刻发生什么事儿了吗？啊！当时也门无人机跨越300多公里，眼看着就要干到美军这2艘军舰的防空范围了。突然之间，附近有一艘悬挂着希腊国旗的叫什么呢？叫苏尼翁号商船，直接嘎一下子释放了一股强电磁干扰，哎，整成电磁战了，导致也门一部分无人机当场失控了。这还不算完呢，另外一部分啊，虽然没有被当场废了，但是信号被干扰了呀。无人机这玩意儿就靠信号啊，竟然直接失去美军军舰的坐标，在天上嗡嗡乱飞呀，就跟鸟似的。当时也门就感觉妈不对呀，妈这飞机咋抽风了呢？这什么情况啊？说你这商船挂着希腊国旗，船上的东西你不干净啊，对吧？说完之后，叶海亚当时就下令了。说现在美军一路狂奔呐，已经快离开攻击范围了，咱也甭浪费导弹了
你真的这个苏尼翁号商船必须给我干它啊！好好看看里面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说完之后，也门这边直接派过去2艘船，还有2架直升机，直接干过去了，就要求苏尼翁号说：“你给我立正，给我稍息，给我敬礼，我要检查你。”啊，那结果不用说呀，这船可能乖乖听话吗？但是你要以为这个船就直接跑路，你也太天真了。当时也门胡塞武装那个小船和直升机刚追上苏尼翁号，我的个亲娘哎！船上好几个大汉叭掏出来个武器呀，什么12.7毫米的重机枪，还有什么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啊，甚至兄弟们还有一个啥呢？还有一个高射炮。你别忘了，苏尼翁它是个商船呐。直接干过来这么多武器，叭全亮出来了。对着我跟你说，胡塞武装这边哭就是一顿干，二话没说。而胡塞武装懵了，当时确实懵了，妈这什么玩意儿是个啊？没想到这个破商船有这么强的火力呀！一波操作猛如虎，第一波确实吃亏了。哎，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这艘商船成功从亚丁湾跑路了。事后还表示说我自己没事儿，但是兄弟们，重点来了。这次双方火拼的过程当中，商船附近发生了3次强烈的爆炸。哎，你们没听错，强烈的爆炸3次。你们就想，这个爆炸它的是什么情况？很有可能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派出去的直升机或者小艇出事了。现在没有正规的渠道的新闻呢。啊，有的新闻说呢，说是胡塞武装干了3次袭击，把这个商船给干了。啊，还有人说3次爆炸是也门这个直升机包括小艇出事了。那么也就这么一搞啊，今天上午的11点多，先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已经直接干到中东了，然后是美国的第7舰队马上也到了，后续大概还有4000多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成员也会在明天之前直接干到波斯湾附近。如此一来，兄弟们好吗？美国大军已经做好家人们啊，要威慑或者是干爆伊朗的战争准备。而奥斯汀这个大黑驴呢，他还真赌对了。现在伊朗这边已经暂时终止了这次指挥黎巴嫩对以色列的轰炸行动。说到这，肯定老铁就疯了吧，要讲话了，说你看见了没？你看我说的吗？哎，伊朗就怂了，这一天天的你光想着猥琐那不行，你干他是吧？啥时候能成事儿？怎么说家人们，这次真不能怪伊朗，真的，你得看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程度到底有多强啊，兄弟们啊！请看8月今天上午美国国防部证实的那条消息，美国国防部长大黑驴啊，奥斯汀在林肯号航母抵达中东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句：美国政府多次要求配备 F-35C 战斗机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加速向中东地区转移。请注意兄弟们，是加速转的移，挠跑，把那个结束咔拉到最大。咱就说啊，老铁们啊，俄乌冲突已经干了2年都将近3年了，你啥时候看见过美军因为俄乌战场上的形势而采取这么紧急的军事调度啊？相反，美国高官反复向全世界强调，绝不会向乌克兰战场派一兵一卒啊。所以说啊，如果伊朗报复以色列，他面临的是什么？敌强我弱，而且不是一般的敌强我弱，那叫相当之敌强我弱。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又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地理空间的障碍。我们在思考伊朗为什么迟迟不动手的时候，兄弟们，你们一定要看地图。学会看地图就学会了看地缘，学会看地缘就学会了看政治，学会看政治就学会了看战争，懂吧？最简单办法是什么？你把手机地图叭一打开，手机地图就行了，一打开放大啊，放大到一定的程度，你看看伊朗跟以色列之间有哪个国家？一共有3个国家，对不对？叙利亚、伊拉克和约旦，对吗？伊朗的导弹想要从伊朗境内叭干到以色列，能不能干？能干啊！但是你得100%的经过伊拉克呀，90%要经过约旦呢，剩下不到10%的空间，兄弟们，虽然不经过约旦，可以经过叙利亚，落在以色列的境内，但是你这么干的话，能够击中以色列的区域就变得很小。这首先解决这一个问题就够老呛了，就什么概念呢？就里外里轻易你够不着它。然而这是一个小问题，这1800公里的距离，伊
伊朗的导弹说干过去就能干过去了，咱就说啊，就干过去了。最主要的什么呢，家人们，能干过去，咱就尚且他能干过去。我就问你，隔了3个国家，叙利亚咱不说，约旦和伊拉克这俩国家的态度，你得不得考虑？你可能会说这2个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对吧？都是支持哈马斯的，那开会的时候都是谴责以色列的，那不就等于是支持伊朗吗？你这么想就把问题想简单了，兄弟们，那是主权国家呀，他得考虑自己的安危呀，考虑自己的战队呀，考虑自己的团体呀，对吧？嘴上说支持，行动上支持，那是太大的区别了。咱就先说谁呢？先说约旦啊，约旦的外长8月4号去访问了伊朗，访问的时候说了点啥呢？回答是呼吁制止暴力升级，并呼吁让该地区能够生活在和平安定和稳定之中。什么意思呢？咱们就一个字一个字品。说白，约旦意思是你败打了，你俩都消停吧，对吧？所以说这个事非常麻烦。约旦其实他是站队在美国那边的，约旦不同意打。当伊朗的导弹从伊朗境内出发，途经约旦领空的时候，要到以色列干过去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下面咱往轻里说，约旦会为美国跟以色列开放领空，让他们在约旦领空上去干爆伊朗的导弹。往重点说，约旦会亲自击落伊朗的导弹呢。同意吗，老铁们？同意我观点给我扣波1。今年4月份的时候，家人们有新闻呢，伊朗对以色列发起大规模导弹袭击了，对不对？约旦空军直接拦截并且击落了10架，包括10个进入到该领空的伊朗的无人机。就这事儿把伊朗当时都干急眼了，你们记不记得？伊朗说了，你要是再拦我们无人机，我就干你。当时直接警告他了，说你再支持以色列，你约旦就会成为伊朗下一个袭击的目标。明明都是伊斯兰国家，明明都是支持哈马斯，可是当伊朗向哈马斯的敌人以色列发导弹发无人机的时候，他去支持以色列了，你说这让伊朗怎么办？是不是？然后说完约旦，老铁们，我还能说谁？说伊拉克。你们可别是伊拉克什么那个反美武装这段时间嘎嘎一嘎子干那个揍那个美军基地呀，你们就认为伊拉克一定是支持伊朗的？为什么呢？因为反美武装他们再反美，真正代表伊拉克的不是反美武装，而是伊拉克政府那帮人。而伊拉克现在的政权说到底也是美国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之后才搞出来的新政府，所以你们猜这个政府先天基因上跟美国怎么样啊？所以说中东这个局势，老铁们得往深层次看，对吧？究竟有多深？一会儿带你们继续探路。